这个东西是有点像是无线充电，可以把我们的细胞跟线粒体直接充电。对于说抗老啊、抗发炎都是非常非常有效的。有一个匈牙利的医生，他们就是把他的伤口嘛切开，发现他照那个伤口的时候，那个肿瘤就是有好，可是他外面的那个伤口好得更快。OK， 所以他才觉得很好玩。哟，大家好，我是 Ed， 欢迎来到爱的健康。我是一个很 hardcore 的创业家，38岁居然得了心肌梗塞。因为真的很不想死，所以我就开始疯狂研究健康科学，最后成功治疗了我自己的心脏。我会在这里分享一些最有效的健康秘诀，让你的身心都能得到最佳化。请帮我订阅，然后打开通讯小铃铛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外面刚刚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有点阴天，因为这跟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有关系。我上礼拜我有提过，免疫系统荷尔蒙跟像心情、忧郁症，其实都是跟阳光有关系的。那阳光不是说只是洒在你的皮肤身上，它其实是直接穿透到身体里面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算是 Part 2。那我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光线跟我们身体的健康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，包括国外非常流行的就是红光疗法。我上礼拜有提到，就是阳光真的很重要，就阳光会制造 D3， 阳光给我们的身体能量，因为其实我们身体就是拿能源、氧气加上葡萄糖，但是我们也是需要说很多的能源来帮助这整个过程代谢。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就是阳光的部分，光线折射下来射到那个钻石里面，它其实是五彩缤纷的。你知道像我们人类其实只能看到这个380奈米到700奈米的光线啊。你看左边的那个它是叫红外线嘛，看不到的视线，然后右边就是我们的蓝光或者说紫外线，也是我们看不到。所以我上礼拜讨论是天然阳光，那我今天讨论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制造阳光。那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红光，其实就是也可以叫做是低能量光疗法。那它是用特别的波长，现在外面普遍在这个业界大概都是用600到大概1000奈米左右。那为什么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呢？第一就是说600以下，它没有办法穿透皮肤，它完全没效果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大概1000奈米？能源它只要超过1000奈米的话，它其实会被你的身体的水分全部吸收掉。红光这个科技其实已经在1893年，就是在130年前，有一个物理科学家叫 Niels Rydberg-Vincent， 他就是用那个灯泡。然后他用灯泡把他的那个电量就乘上15倍。他本来一开始是要治疗那个狼疮，治疗的过程中有804个病人，整体下来他就是效果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。这个科学家在1903年得到诺贝尔奖。然后再来我们就在快送60年，在1960年代有一个匈牙利的医生，他本来是想要治疗像癌症啊或是肿瘤，他们就是把他的那个可能伤口嘛。可能切开或什么，就是照那个他的那个肿瘤，发现他照那个伤口的时候，那个肿瘤就是有好，可是他外面的那个伤口好得更快。OK， 所以他才觉得很好玩。然后再来到1990年代，像我现在我们这后面在用的像是 LED 嘛，它才开始变得比较普及化。对啊，然后甚至在2002年，低电率的雷射其实被 FDA 也是被核准的。那我讲一下说，到底这个红光机它的运作方式是什么？线粒体其实就算是一种像是发电机，那它就是把我们身体它拿氧气跟拿葡萄糖结合，再加上能源，把它转换成更多的能源，让我们能使用。当我们线粒体在帮我们发电发能量的时候，它有点像是我们在吃东西，我们不是也要排泄，就是我们是有个过程的。所以当我们开始慢慢老，我们开始身体有更多的发炎跟开始更多的压力的时候，线粒体在运作的时候，它其实会产生就是一氧化氮。一氧化氮对于抗发炎跟我们血管的扩张跟喷张，或者说它的放松，心肺功能其实是真的是其中最重要的。我们慢慢变老，我们的线粒体开始老化，我们在呼吸的时候，就算我们呼吸到很多氧气，可是其实你的线粒体是用不到的，因为很多的一氧化氮卡在细胞里面，让它不能动。如果是平常健康的线粒体，我们是一个氧气进去，它是可以配合一个葡萄糖制造32个 ATP。但如果我们的线粒体老化，只能制造2个 ATP， 如果可以不要有这一氧化氮卡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可以制造出大概16倍的能量。但这是理论啊，不会说你忽然照了光线，你今天能量我感觉16%的更快乐，这样是不可能的。就是说，身体的每个部位可能它阻塞的程度不一样，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是明显一定会好。可说你是不是好多少倍，这没有人可以
没有人可以知道的。所以说这个一氧化氮会卡在那里，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晒太阳。可是晒太阳如果你太晚的话，其实它造成的伤害比好处更大。红光机有点像是人工的太阳，就是我们把它不好的东西全部拿掉，然后留下只有好的。大概大家就知道这个用处是什么。然后我再来讲一下，就是说其他在研究里面看到有明显的红光机的一些好处。这个东西是有点像是无线充电，可以把我们的细胞跟线粒体可以直接充电。这个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，对于说抗老啊、抗发炎都是非常非常有效的。它还会治疗我们皮肤，重新就修复我们皮下组织，让我们的皮肤越来越好。它会刺激我们的纤维母细胞，然后会让我们的皮肤里面成长胶原蛋白。我们的波段比较长，像我们大概用850奈米，有蛮多的研究就看到说，它是可以直接反转年龄。只是看自己的脸好像皮肤很好，对不对？可是其实如果我们用那个 UV 的摄像，看到我们的皮肤底层的状况，你看它皮肤左边看起来是非常光滑跟年轻的，但是它右边的它真正的皮肤的状态其实是已经是完全破损掉了。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些皱纹跟这个斑点啊，或是比较大的块像叫 sunspots， 不是来自于表面的伤害，而是来自于比较深层的伤害，没有办法制造更多的胶原蛋白来补充表面。其实我们要治疗最好的方法就是要穿透我们的表层，但是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。那现在用红光机比较明确可以做到这件事情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研究报告里面的图片，用了30天，其实它的效果还蛮明显的。它有帮助于我们的心肺功能，让我们制造更多的 ATP， 就是我们身体的最主要的能量的这个使用，可以让比较忧郁啊，或是比较没有精神的状态，就有蛮直接的缓解。我之前有看一个研究报告，他讲说，就是他用低能量的雷射，若有人有忧郁症，当我们用 EEG 看大脑产生出的电波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不同的区域、不同的颜色这样子。那他会发现到，我们居然可以用雷射去直接完全调整某个区域的频段，同步把整个大脑好像是变成是非常的和谐的，甚至是看到说它可以让大脑神经继续成长。我们大脑里面当灯光照进去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神经元会想要往那个灯光的地方去走，所以就很好玩了。我们大脑里面的线粒体还是跟138亿年前的那个线粒体是一样，它还是想要阳光的那个能量，蛮好玩的。现在我看到研究说，可以用我们这样子的机器去直接改变人的大脑的这个波长的平衡，例如说可能 alpha gamma， 有些人就是某一些的波长不平衡，会造成很多大脑跟心理的一些疾病。比如说看到像什么失智症啊、帕金森啊、大脑相关的东西，其实用红光机都有非常好的效果。有个东西就是我们越来越老，它有个叫破骨细胞会越来越多，会让我们骨质密度更高。还有实际研究看到说可以长头发。之前也有人问过我，670奈米的红光照眼睛是不是有帮助？现在的研究看起来是有帮助，他们可以看到，就是以研究报告里面说，他就是每个礼拜照3分钟，1个礼拜照1次。有照红光的人的眼睛的状态好15%到20%。总结就是说，像红光呢，加上我们的呼吸运动呢，总结就是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排毒，修复我们的身体，让我们的细胞重新的生长，就是抗老。只要我们是抗发炎的，主要都是抗老的。简单来讲，你没有太阳光，没有阳光穿过自己的身体，其实我们根本就是缺乏养分，就是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。但现代人就是我们都躲在家里面，所以没办法啦，对不对？就慢慢来，让身体习惯，忽然开始可以无线充电的感觉，你知道，像 iPhone 一样可以无线充电身体。